Hello，各位老伙计，我是你的院长走南。今天是大辉耗子的颜值舔屏像视频，大辉耗子的颜粉快扣1报道。大辉耗子清醒一点，你没有颜粉的来扣2，让他认清自己。首先来展示一下我们学会的新技能：主动穿肚兜。别问我为啥不是啥杂技、转圈、掉硬币，问就是没学会。我们大耗子负责可爱就行了，要什么脑瓜子，要什么自行车。哇，成功了！各位看官，有币的捧个币场，没币的点个赞吧。行走江湖嘛，得懂规矩是吧？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的治愈撸鼠环节。在之前的视频里，争议最大的点就有人觉得大辉耗子是下水道里的家鼠，有很多细菌、病毒、寄生虫，所以不能当宠物养。那么今儿咱们就官宣来辟谣一波。大辉耗子的品种是花枝鼠，在欧美地区属于最主流的宠物鼠。它的祖先确实是褐家鼠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鼠。大约是在18世纪的欧洲，人类开始驯化并且繁育这种小动物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老鼠和花枝鼠就有了本质的区别。首先，花枝鼠已经脱离了野生动物的范畴，生长繁育的过程由野外转为了室内人工饲养，彻底远离了病原体和寄生虫。这也就意味着花枝鼠再也接触不到鼠噪，从鼠疫的传播链中被剥离了出来。所以任何在室内正常饲养繁育的花枝鼠都不可能携带鼠疫。从清洁程度上而言，与仓鼠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。另外，基因突变和人工选育会不断强化花枝鼠和它祖先的差异。大家都知道啊，鼠类具有生殖周期短、产出量大、性成熟早的特点，这为基因突变提供了大量的样本，也为选育节省了大量的时间。人工选育的方向首先自然是外貌，比如更多样的花色，更有肉感的脸颊，更短粗的尾巴，更圆润的耳朵，骨量更大的体格等等。这些直观的标准使花枝鼠比褐家鼠肉眼可见的可爱了很多。人工选育的第二个方向是性格，正如将狼驯化成犬的过程，我们选择了样本中那些温驯、亲人、社会性更强的个体，一代一代地固化了这些优势属性。因此花枝也才有了最便宜的狗的称号。今时今日的花枝鼠之于褐家鼠，也像极了宠物犬之于野狼。它们属于同一个亚种，没有生殖隔离，在生物学上确实没有分家，却在人类社会中已然拥有截然不同的定义。很多时候偏见都来源于思维定式和相关知识的欠缺，每个人的接受能力都不一样，对宠物的认知各有不同。但是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因个人的偏见在公开场合指指点点，说别人的宠物恶心、肮脏、有鼠疫、四害、想打死之类的，显然不够得体。我想大概也没人会在宠物狗的视频弹幕和留言里刷饿狼、咬人、吃人、建议原地击毙这种话吧。要是真有的话，那你是真的很棒喽。话说回来，这个视频好像不是为了给花枝鼠证明啊，我们不是要寻找大辉耗子的颜粉吗？所以被圈粉的人儿赶紧把+1打在公屏上。其实我们大辉耗子还是挺好看的，你要是 get 不到的话，就说明你还看得不够多，你需要退出重来一遍啊！又是一期干货满满的注水视频呢。我是走南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拜拜。Hello， 各位老伙计，我是你们的院长走南。众所周知，仓鼠是一种对气流格外敏感的小动物。那么，如果对它用力的吹气，甚至打喷嚏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？欢迎来到魔鬼实验室。
不许说水视频啊！我吹气儿吹的简直需要人工呼吸了。这个视频不是用手来做，是用肺活量来做，所以一键3连不过分吧？想当他们新家长，可以看我的个人简介。我是小南，拜拜。Hello，各位老伙计，我是你们的院长走南。今天是一期垃圾分类主题，知道自己是什么小垃圾的来扣1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小垃圾的来扣2。筐里的这些团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类的对象了。这些都是7.7平时用过的小熊，有用来铺散粉的，有用来卸妆的，有用来吃完饭擦嘴的，还有用来上厕所的。小熊的用途十分的广泛，即使用过了还可以用来拍视频。当当，可回收垃圾、有害垃圾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，赶紧把专业打在公屏上，谢谢。第一只小熊我们就简单的试个色，看看哪个色号跟它更接近。哇，找到了，是其他垃圾，丢，嘣。第二只小熊满脑袋黄色，一看就是有害垃圾。你怎么能这样凭空污人家清白呢？我就不能是黄焖鸡吗？这只长得像啃过的脏脏包，厨余垃圾走你！咦，这个比刚刚那个还脏，厨余垃圾乘2。这只长得像小老虎啊，看起来就会咬人的那种有害垃圾。这个还没有那么脏，可以重复利用一下，可回收垃圾。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对这个分类是否满意呢？You're spinning me around. My feet are off the ground. I could try to make this better.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记得投币、点赞、收藏。我是走南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